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谭健次的体制内人设为何让全网女生集体心动？上周在《你好，星期六》录制现场，谭健次穿着改良版中山装，戴着金丝眼镜出场，瞬间让弹幕炸出满屏体制内男友天花板。这画面突然让我想起去年在高铁站偶遇的一位基层公务员，同样笔挺的衬衫，规整的发型，连低头看文件时的专注神情都如出一辙。原来真正的体制内魅力不在于刻板印象中的严肃，而在于刻进骨子里的分寸感与责任感。谭健次的体制内气质最早在《猎罪图鉴》中出现端倪，他饰演的画像师沈毅，穿着剪裁利落的衬衫，在警局走廊快步穿梭时，背挺得像一杆标枪。这种制服诱惑不是刻意凹造型，而是角色本身的职业特质。作为刑警队的捕风捉影者，沈毅的每一个动作都暗含着对规则的敬畏。就像他在采访中说的，沈毅的克制是因为他见过太多失控的人生。这种克制在四方馆中被进一步放大。他饰演的外交官袁默，上朝时手持护板的姿势，与人交谈时的微表情管理，都透着体制内特有的端着。有场谈判戏，他坐在雕花太师椅上，手指有节奏的轻扣桌面，这个细节让观众惊呼：这不就是我爸开会时的样子？话说回来，谭健次的体制内角色之所以打动人，在于他总能在刻板印象中注入人性温度。比如《很想很想你》里的配音导演莫倾城，明明是个社恐，却在工作时切换成职场精英模式。这种反差让观众直呼，原来体制内的人也会在茶水间偷偷吃辣条。谭健次的体制内魅力其实和他的成长经历分不开。13岁独自北漂学舞，在舞蹈学院附中时，他每天清晨5点起床练基本功，连寒暑假都泡在排练厅。这种自律延续到现在，他在剧组会随身携带剧本和健身器材，休息时不是背台词就是做平板支撑。有次探班，我亲眼看见他在片场角落用矿泉水瓶当哑铃。助理笑称，谭老师的体制内作息比公务员还规律，他的责任感在粉丝圈更是出了名。2022年机场事件后，他特意录制视频提醒粉丝注意安全，语气像极了居委会主任，过马路别玩手机，要走斑马线知道吗？这种老父亲式关怀，让粉丝戏称他为谭警官。更绝的是，他会在超话里回复粉丝的生活困惑，从考研到职场选择，每条建议都写得像公文一样条理清晰。不过最戳我的是他对家庭的重视。去年春节，有粉丝拍到他穿着拖鞋骑电动车在父亲买菜，父子俩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样子，活脱脱一对体制内父子档。他曾在采访中提到，母亲是舞蹈老师，父亲是外交官，这种家庭背景让他从小就被灌输做事要对得起良心。这种家教在娱乐圈显得尤为珍贵。谭健次的走红折射出当代女性对稳定感的集体焦虑。在《猎罪图鉴2》中，他饰演的沈毅既有艺术家的浪漫，又有警察的严谨，这种矛盾体恰好满足了都市女性对理想伴侣的想象，既要有风花雪月的情怀，又要有遮风挡雨的能力。就像网友评论的，沈毅能画出罪犯的模样，也能画出未来生活的蓝图。这种对体制内男友的追捧，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性的反抗。在经济下行压力下，
公务员、教师等铁饭碗职业的吸引力与日俱增。谭健次在四方馆中饰演的外交官，既有家国情怀，又有世俗烟火气，这种角色设定暗合了大众对安全感的需求。就像我闺蜜说的，看谭健次演戏，比看理财广告还让人安心。话说回来，谭健次的聪明之处在于，他从未刻意营销体制内标签。他在《你安全吗》中饰演的网络安全专家情怀，穿着卫衣敲代码的样子，打破了体制内等于古板的刻板印象。这种去标签化的演绎，反而让他的角色更具说服力。谭健次的体制内形象，为娱乐圈提供了新的流量密码。相比那些霸道总裁病娇少爷，他塑造的角色更贴近真实生活。比如《宠爱》里的外卖小哥，鬓边不是海棠红里的京剧名伶，每个角色都带着烟火气。这种去偶像化的表演，让观众产生共鸣。原来明星也会为水电费发愁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走红证明了实力派的春天来了。在《猎罪图鉴2》中，他为了演好心理侧写师，专门学习犯罪心理学，甚至在片场用素描本记录工作人员的微表情。这种匠人精神，让他在流量时代脱颖而出。就像导演邢建军说的，谭健次的体制内气质，是用10年磨一剑的专注换来的。不过最打动我的，是他在采访中说的那句话：真正的体制内魅力，不是穿着制服有多帅，而是心里装着多少人。这种清醒认知，让他的体制内男友形象超越了简单的人设，成为一种精神符号。离开你好，星期六录制现场时，天色已晚。谭健次换下中山装，穿着卫衣蹲在路边撸流浪猫，助理在旁举着剧本等他对词。这个画面突然让我想起他在《猎罪图鉴》里的台词：真正的画像，不是画出人的皮囊，而是画出人的灵魂。或许这就是谭健次的魅力所在，他用角色画出了当代人对理想伴侣的想象，也用真实自我打破了娱乐圈的造梦逻辑。在这个人人都在表演的时代，他选择让观众看到演员最本真的模样，这种真诚比任何体制内标签都更具杀伤力。